这条街上的车辙是2000年前的马车展出来的，石板上的水渍还没干，面包店的炉火刚升起，没有人知道他们正在度过庞贝城的最后一个早晨。天还没亮，面包店的女主人已经开始揉面，石磨转了一整夜，面粉在油灯的光里浮住。这是她重复了几千个清晨的动作，和今天没有任何不同。正午，街角的老人停下脚步，他看了维苏威山一辈子，那座山从来只是背景，但今天山顶那缕几乎看不见的白烟变粗了一点，也变灰了一点。17年前的地震，墙上的裂缝还在。下午1点，山顶炸开，一根高达30公里的黑色柱体冲上天空，在几分钟之内遮住太阳。浮石像冰雹一样落下来，先是轻的，然后越来越重，屋顶开始塌陷。从这一刻起，庞贝城只剩下不到24小时。在富商的宅邸里，壁画工匠丢下了画笔，他调了一整个上午的朱红色，流了满地，再也没有人来完成那面墙。街角的快餐店老板回头看了他的陶瓮最后一眼，那些瓮里还有没卖完的热汤。2000年后，他们还在原地。浮石与火山灰等喷发堆积物最深约达6公尺，把整座城市的轮廓完全抹平。此后1000多年，城市的名字与位置逐渐被遗忘。这里只是一片长住草的山丘，牧羊人在上面放羊，农夫在上面种葡萄，脚下踩着一整座城市。1748年，波旁王室开始在奇维塔山丘进行系统性挖掘。1个多世纪后，考古学家发现火山灰里有许多中空的洞，那些洞的形状是罹难者的身体留下来的。把石膏灌进去，凝固之后拨开泥土，一个蜷缩着护住头的人形重新出现在阳光下。工人们安静下来，脱下帽子。今天游客站在同一块马赛克前面拍照，2000年前这里写着小心恶犬，而那座山还在那里。